他是台湾陆军第6军团的第1主力，他的战史可谓辉煌，他有着官渡师之称。他就是台湾陆军官渡地区指挥部。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纵观如今台湾现役的众多地面作战部队，从总体编制上来看呢，大体可以分为第6、第8、第13大军团。其中第6军团在台湾的3大军团中，不仅是兵力最多和主力战车最多的军团，也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军团。而且该军团所下辖的官渡地区指挥部不仅有着虎啸部队的响亮代号，更可谓是台湾最强军团中的第1主力。那么该部队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呢？台湾虎啸部队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1924年就在中央陆军军官军校正式组建的同时，为担负起校长蒋介石的警卫工作，一支卫兵部队也在同一时间成立了，并且于随后又扩编为警卫营。1926年，随着北伐战争的正式爆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团便在该警卫营的基础上正式组建，并且于1年后的1927年4月，随着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又正式扩编为国民革命军警卫师。1930年12月，由于德国支援中国的军事成果日渐成熟，警卫师在奉命纳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1师后，其部队规模扩充到了相当于2个满编的正规师。1931年12月，由于中日战争的爆发，已经分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的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2师，遂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87师和88师。1933年9月底，由于中德军事合作渐入高潮，国民政府决定在南京抽调第87师和第88师一部，正式组建国民革命军第36师。该部队也在组建后开始接受德式训练。1937年，中国军队为了把日军从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国民革命军第36师在奉命划归第9集团军第78军战斗序列后，在师长兼军长宋希濂的率领下参加了淞沪会战。同年12月，国民革命军第36师又随军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并且奉命防守下关地区。1944年，已经划归第20集团军第54军，开赴缅甸战场的国民革命军第36师，在龙林战役中取得了不小的战绩，被授予荣誉虎旗一面。1946年，出于种种军事原因，国民革命军第36师奉命整编为整编第36旅，划归陆军整编第54师战斗序列。1948年11月，出于多方考虑，整编第36旅又在其上级整编第45师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50军后，重新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36师，并于1949年6月调往广东驻扎。同年10月，又随同第50军调往海南岛，最终于1950年又随军调往台湾。1952年11月，鉴于兵力规模和变质变换的考虑，国民革命军第50军军部奉命和步兵第147师一部合并改编为陆军步兵第26师。1959年4月，出于台湾前瞻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步兵第26师奉命成建制的改编为陆军前瞻步兵师。1969年2月，又出于嘉禾1号改革实施的需要，已经存在了10年之久的前瞻步兵第26师，奉命改编为陆军野战重装步兵师，并于1972年7月，出于代号龙平的演习需要，同步兵第292师进行了师级对抗演练。1976年1月，已经存在近7年之久的野战重装步兵第26师，奉命将番号改为了陆军步兵第35师，但又在不久后的同年8月，又将番号改为了陆军步兵第226师。台湾虎啸部队的前身是得以诞生。1979年11月，出于代号汉阳的演习需要，步兵226师奉命进行了实兵防卫作战演练，并于同年12月，又出于代号顺风的演习需要，步兵第284师被调往别地，步兵第226师随即由台湾官渡进驻金门南雄。1980年6月，出于代号开平的演习需要，步兵第226师奉命同步兵第292师进行了师级对抗演练，并在半年后的1981年1月，又出于代号黄海的演习需要，同步兵第284师进行任务互换后，第2次由台北官渡进驻金门南雄。1983年1月，出于代号武德的演习需要，步兵第226师在同步兵第284师进行防务交接后，随即结束了该部队的金门驻军史，并且最终调往台北官渡负责中枢外围防卫任务。
该部队的官渡师之称也由此而来。1984年1月，出于代号长荣的演习需要，步兵第226师同着有天下第一师之称的步兵第333师进行了师级对抗演练，并于3年后的1987年，又出于代号长胜的演习需要，再度同步兵第333师进行了师级对抗演练。1989年5月，出于代号长泰2号的演习需要，步兵第226师同代号先锋部队的海军陆战队陆战第66师首次进行了跨军种师级对抗演练。1998年10月，出于台湾经时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已经存在了20年之久的步兵第226师奉命在台北官渡成建制改编为陆军第26师指挥机构。2007年1月，又出于精进计划改革实施的需要，第26师指挥机构最终在和有着基隆旅之称的陆军步兵第176旅和有着淡海旅之称的陆军步兵第178旅正式合并后，改编为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陆军关渡地区指挥部为台湾驻守于新北市淡水区的陆军部队，归属于陆军第6军团指挥部战斗序列，简称为陆军关渡指挥部、陆军关指部、关指部，前身为著名的陆军步兵第226师，代号虎啸部队。由于在以往驻军史中曾驻扎于台北县的淡水镇，因靠近台北市北投区官渡而素有官渡师之称。该部队的军事主官为一名少将指挥官、一名上校副指挥官、一名上校参谋主任和副参谋主任、一名上校政战主任和政战副主任、一名士官长担任的指挥部士官督导长，下辖除本部连、通资作业连、工兵连和保修连等直属单位外，还有联合兵种第1营、联合兵种第2营、机械化步兵第1营、机械化步兵第2营。一个炮兵营。该部队标志上的虎头是为了纪念官渡地区指挥部的前身36师所参加的对日战争中的龙陵战役。该部队因战功彪炳，赢得了荣誉虎旗一面。随后呢，又以虎头为图案主题，3环象征着哲学、科学、兵学，鼓励官兵融会练兵和用兵的艺术。其红白蓝3色除了代表忠诚之外，还寓意着自身团结、负责和牺牲的精神。现如今，作为台湾第6军团的重要组成之一，关渡地区指挥部所辖部队一般会在驻扎地内进行军事训练和战备整顿，战时则会成为第4作战区内的反击部队，保证作战区内的安全。在执行作战任务时，不仅担负着作战区域的反进攻、反空降、反渗透和反破坏的紧急军事行动，还会负责起台湾新北市淡水区的军事管制和作战指挥，并且会在发生自然灾害后投入地区应急救灾部队。大家有什么问题，欢迎打在下面的评论区，与评论区的各位一起讨论。如果想了解更多，别忘了给一个关注，要是能顺便点个赞，就再好不过了。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